众所周知，祖传的物件一般都具有神奇的功效，而我祖传的手表则拥有一个完美人生模拟器，不但可以获得随机天赋，抽取成功，您获得了永久天赋冷静，更可以模拟未来。怎么回事？房间好黑。楚成墨看着满是霉菌的柜子，以及被木板全部遮挡的窗户，一种不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是一个星期之后的未来吗？父母故去之后，我便有了写日记的习惯，没想到竟成为了此刻了解过去的关键。说着，楚成墨便打开日记本，里面零星地记录着未来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心底逐渐涌出一股寒意。随着他越往后翻，那股寒意也越来越盛，恍惚间，鼻翼间似乎闻到一股浓烈的死老鼠味。最后那段话是什么意思？不是人，还能是什么东西？这时，楚成墨只觉身后一阵凉意，迅速贴上了他的整个后背，一只长着10根手指的触手贯穿他的胸膛。楚成墨缓缓向后望去，周遭的光线又渐渐地暗了下来。你死了，本次模拟结束，评分我，奖励我，评语你浪费了自己的天赋。凶手，刚刚贯穿我胸口的极大可能就是日记里说的凶手吧？楚成墨很快冷静下来，分析起日记中的内容。那么他会是什么呢？他的出现有没有什么征兆？有没有办法规避呢？日记中提到闻到轻微的死老鼠味，表示那东西已经接近，或者说是盯上了自己。那么当死老鼠味道变得浓烈时，它就会出现吗？是怎样出现的呢？房间里的霉变、木板封死的窗户以及黑暗的房间，难道这一切都跟它有关联吗？既然一次模拟看不出什么东西，那么就多来几次模拟器，开始下一次模拟。你的元域余额为3，个人模拟消耗1元域，是否消耗元域？将现实物品带入模拟。否，直接进入模拟。载入天赋中，载入游戏中，你的未来人生已载入成功。四周仍是一片黑暗，楚成墨迅速打开房灯，看着淡黄纹路与青绿霉般的墙壁，以及被木板遮挡住的窗户，正要迈动步子，突然浓烈的死老鼠味骤然冲入鼻尖。那东西要来了。或许它的出现方式可能并不局限于从脚下冒出来。念头刹那而起，自己以及桌椅等被灯光映照出的影子里，涌出了大量冰清般的液体，它们一瞬间朝楚成墨汇集而来。可恶，他们在啃食我的身体，完全无法摆脱。不，还不能结束。我知道了，你们是影子，怪不得未来的我会封死窗户，将房间依靠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来转移自身痛苦的能力。你死了，临时天赋疼痛转移已消失。本次模拟结束，评分冰下。评语看起来你有了一点脑子，至少领悟了一项临时天赋。奖励1元域，本次可带出模拟游戏的物品如下。打开疼痛转移介绍。天赋疼痛转移，在模拟游戏中领悟到临时天赋，消耗50元域升级成为永久天赋，将其带进现实。50元域，现在还出不起，加上刚才获得的1个元域，余额里也只有3元域而已。退出模拟器。已为你退出完美人生模拟器，欢迎再次使用，再见。这是现实世界。2次模拟，少年对未来诡异笼罩的世界有了初步认知。对，当下决定得为第3次模拟做充足的准备，于是以5000的价格购买了一套高清夜视仪，同时又在二手交易网购买了一件据说是牦牛骨制作而成的法器钢洞。既然那影子诡异是超出常理的存在，那么能不能用这种类似的法器来杀死他？反正是在模拟游戏中，不如到时候试一试。房间里绝对黑暗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整个楼栋的了。接着，楚成墨又以修理声控灯为由，从房东那里拿到了整栋楼总电闸箱的钥匙。下午，他从网上购买的2件物品也相继到货。欢迎来到完美人生模拟器，你的元域余额为3，个人人生模拟消耗1元域，是否消耗元域？将现实物品带到模拟游戏中。选项1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我小心一点，不触发声控灯所需的分贝条件，那么遥控器和电闸钥匙也可以省掉2个元域。楚成墨思考再三，最终将选项1和2带入到模拟，但是与前2次模拟不同，这次却有2块屏幕浮现在了他的眼前。你获得了遗物神秘的高筒骨骼，可以花费500元域开启遗物原本主人的过去人生，检测到你钱包余额为0，不予开启。只要获得他人的遗物，并且消耗一定元域，就可以模拟他人的人生吗？那岂不是说，这根本不是牦牛骨，而是人骨？正在载入中。终于可以不用光源看清周围的事物了。看来声控灯、遥控器和钥匙还是需要元域带进来的。说着，楚成墨便朝着客厅的方向走去。来到客厅，只见茶几上依次放着一台夜视仪、楼道声控灯、遥控器以及总电闸箱钥匙。3件物品除了钢洞，都在模拟游戏里找到了对应的。暂时先记下这个细节。拿起桌上的钥匙和遥控器，楚成墨缓慢地打开了房门，手里拿着遥控器，对着漆黑一片的空间按下了关灯的按钮，这才走出房门。看着以前来来回回多次走过的楼道和楼梯，从来没有如同现在这般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
尽管此刻他刻意控制，可是脚步声仍然在空旷的楼梯间传出老远。在即将接近下一层楼时，脚步声直接将声控灯激活，一阵淡淡的死尸腐臭气味忽地飘入楚成墨鼻尖，他的心脏猛地颤动起来。在死老鼠味没有变浓郁前，让空间恢复完全的黑暗，影子诡异就不会出来杀人。幸好这次及时关掉楼道灯，但那腐臭味由淡变浓，极不稳定。这次是运气好，那下一次呢？只有8层的老单元楼，楚成墨从4楼走到1楼楼梯口，竟然用了半个小时。体力的消耗，绷紧的神经，让他感到身心俱疲。突然，1楼房门内传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房里有人吗？这么晚了，他想干什么？当下任何变数都可能导致此次模拟功亏一篑，而这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人。只见黑暗中，一个女人推开了房门。她被开门声吓了一跳，弯腰想去捡掉在地上的手机，刚弯下腰，瞬间屏保散发的灯光映亮了女人周围，映照出庞大而扭曲的影子。该死，得赶紧走。奇怪，怎么突然之间死老鼠味变淡了许多？我操！沥青般粘稠的物体从女人扭曲的影子里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瞬间将女人包裹。在啃10几分钟后，沥青般的物体又猛然散开，只留下一滩与地面不符的颜色。忽的，沥青形成一道人影，朝着楚成墨的方向。随着人影消失，腐臭味再次萦绕楚成墨的鼻尖。每次影子诡异出现，只能杀一个人。手机灯光还没熄灭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被杀死，但她没有再次对我出手，也就是说，她的击杀目标应该是距离周围影子最近的那个。收起念头，走到电闸箱前，取出钥匙。楚成墨关闭了平安花苑7单元的电闸。你自行领悟了临时天赋黑暗行者，你能较快适应黑暗，在黑暗里拥有一定的事物能力。又是一项临时天赋吗？果然，这个天赋虽然是白色的，但是效果竟然和夜视仪夜间事务能力不相上下。还是眼前的事情要紧，先去小区外面看看情况吧。小区外，几处明亮的路灯照亮楚成墨所有的逃生要道，似乎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目的——死局。这些路灯无法被关闭，但或许小区外面跟楼道里面不一样，或许这里没有诡异。不行，只能像预想的那样，出小区门口快速向右边巷道跑。印象中那里是没有灯光的，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就是现在。逃跑中的楚成墨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由钢洞诞生出的手臂，在接触到银轨的刹那，瞬时暴长成一道黑色大手。你死了，临时天赋黑暗行者已消失。本次模拟结束，生路已在眼前，继续努力。奖励：领上评分加领悟临时天赋，加2次躲开银轨的追杀，共计57元玉，获得天赋升级符咒绿色成1。本次可带出模拟物品如下：上一次模拟里领悟的天赋，竟然还会出现在可带出的表盘选项里，是否说明天赋类事物只要模拟中获得，未来每一次表盘里都会出现？这样倒是方便了。模拟器花费50元玉购买黑夜行者，并使用天赋升级符咒升级，将黑暗行者等级提升至绿色，所带来的效果是自己在黑暗中行动的能力大幅提升。至此，买来仅使用过1次的夜视仪便宣布下岗。模拟器退出模拟，已为你退出完美人生模拟器，欢迎再次使用，再见。有了黑暗行者，这个夜视仪只有晚点的时候在钓鱼佬群里转手掉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钢洞对银轨确实有效，它的声音能够撕开银轨，但它本身也是一件诡异至极的器物，与银轨结合后的巨大黑手，同样也无法让我脱逃。楚成墨低头看着桌上包铜凿孔的钢洞，分外确定此物绝不可能出自牦牛身上，更可能是人的骨骼。这东西太邪异了，但是这是手里唯一一件对诡异有效的东西，还是留着吧，至少有了它，模拟未来的时候也有一线生机。之前模拟器的评语是生路已在眼前，是否意味着走出那栋单元楼后，马上就能离开银轨的影响范围了？看来还得模拟1次才知道，但在这之前，还得寻找一件法器，增加双重保险。道长，这位居士不抽钱吗？不抽的。道长，我最近总是觉得心神不宁，感觉家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你这得去精神科挂个号呀，现在都讲究科学，信这个不能治病的。但是你别这样看着我，师傅要是在这的话，应该能给你开个安神的方子，但他今天天不亮他就钓鱼去了，说去的早，鱼儿才睡醒，这时候打我好上鱼。你师傅做的对啊，尤其是早上4点钟那会儿打好哦。那鱼继续说啊，我最近也在钓，只是还没见过鱼。道长，
我是有正事来请教的。我知道，但我帮不了你，只能去医院精神科。最终，在楚成墨坚持不懈地和小道士交流，以及源源不断地给他科普钓鱼知识下，小道士终于答应去给楚成墨找找有没有适合的东西。欢迎来到完美人生模拟器，你的原域余额为7，个人人生模拟消耗1元域，是否消耗？确认消耗。是否消耗原域？将现实物品带到模拟游戏中。果然和所预想的一样，表盘所能带走的东西必须是该场景属于自己的东西，直接进入模拟。载入天赋中，载入游戏中，你的未来人生已载入成功。睁开眼，楚成墨便见观内三清尊神巍然而立，烛光摇曳，四周似有一股寒意涌来。奇怪，怎么没有看到云龙观的道士？自从模拟器出现后，楚成墨爱记事的习惯越发坚固，毕竟它是沟通现在和模拟未来的唯一桥梁。正当楚成墨将要打开日记本时，一道绯红光芒照耀四周，笼罩在这一片黑暗的空间里。这是什么东西？难道哪里在放烟花吗？一道更为强烈的光芒照耀进殿中，楚成墨转头看去，只见三清尊神色彩全部被映照成红色，四周空间生出许多大小不一的独眼。快跑！一层层粘稠如泥浆的黑暗从楚成墨脚底蔓延，不多时便将他完全覆盖，他被定格在了原地。外面也不安全。你死了，本次模拟结束，评分5，奖励5，评语 no 作 no die。退出模拟。本以为换个地方模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却没想到在云龙观内的未来更加恐怖。还有云龙观外笼罩了整个市区的红灯笼也不是善类，不知道红灯笼和云龙观里的雕像谁更恐怖。正在楚成墨思考间，却见小道士已经来到了楚成墨的跟前。给你，这是我师傅箱子里的东西，很久没拿出来用了。好。楚成墨打开盒子，只见一个铜铃静躺在红绸布颈上，中间同心处一个诡异的雕像尤为显眼。这是三清令，又叫地钟。以前我们驱邪降魔是神请圣所需要的法器，当然现在这个社会不讲究这个。多少钱？算了，反正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用。刚才模拟未来，这云龙观里面的恐怖景象，恐怕未来诡异降临的时候，这个地方不安全啊。虽说这件法器现在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但我不能无视，还是提醒他一下吧。道长，我觉得你们这道观有点偏啊，而且阴森森的。你们师徒俩住在这儿，平时也要多注意啊。啥？军师是要给我讲讲观内的风水吗？直觉，毕竟我也不懂这个。道长加个群吧，过几天咱们一块夜钓。夜钓，这个可以。爹，我师傅也在你这个群里。是吗？那还挺有缘，到时候咱仨一块啊。可以。因为诡异即将降临的原因，楚成墨把公司主管以及同事全拖进黑名单，干脆利落地退了工作群。模拟器，欢迎来到完美人生模拟器，你的钱包原域余额为6，个人人生模拟消耗1元域，是否消耗？确认消耗。由于你个人天赋有所增进，新生模拟游戏将消耗12元域，是否消耗原域？将现实物品带到模拟游戏中。带入选项1和选项2。选择成功，正在为你载入问答中。天赋黑暗行者已自动生效。楚成墨快速地将桌上的日记本以及已经关机的手机连同手中的地钟一起放在口袋中，便走出书房，又在客厅茶几上拿起遥控器以及总电闸箱的钥匙。地钟没有被复制，说明它也是如同钢洞一般具有神秘力量的东西，而这种道具模拟中不会被复制出第2份。你领悟了天赋锦鲤附体，比平常人更容易获得神秘物品，是因为自己连续获得2件神秘物品的原因吗？打开房门，如同第3次模拟一般将声控灯关闭，才缓慢推门而出。有了上一次的经历，这一次所花费的时间更快一些。和第3次模拟不一样的就是，这次楚成墨在1楼驻足许久，竟未遇见上次模拟中的那个女人。看来未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快步走到电闸箱前，楚成墨关闭了电闸，便前往此行的终点。时机已到来。楚成墨刚一走，那一团团黑色的物体又瞬间将那张大手染成黑色。只眨眼间，一张黑色大手已然出现在小区上方。来啊！随着地钟声音响起，空中那落下的黑色大手骤然停滞在半空中。楚成墨也乘机回复刚刚因奔跑过快而导致的体力缺失。他被定住了，地钟很有用。上一次的评语是生路已在眼前，说明走这条路就很可能得救。还没走出几步，楚成墨只觉身后一股寒意迫近，巨大黑手已至眼前。瞬时间，楚成墨拿出地钟，挥舞铜铃的瞬间，黑手也停止了动作。必须要时刻摇动地钟，才能很好的控制它。幸好反应快了一拍，好险！影子里没有涌出黑色液体，难道逃生成功了？好像也不是很困难。街道两侧各色商铺林立，广告招牌霓虹闪亮，
但见街道尽头交织在一起的汽车以及黑烟滚滚的四周，俨然将这繁华红尘巷衬托成修罗地狱城，似有无数诡异挣脱枷锁，为祸世间。突然，一道站立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楚成墨的眼前。喂，为什么他没有逃？举目四望，四周竟又出现许多人，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没有头。这些人的脑袋都去了哪里？还未等他回过神，周遭光线全部消失，所替代的是一片绯红的光芒。无数盏红灯笼从四面八方冉冉升起，一道更为浓郁的绯红光芒落在楚成墨身上，他的视野随即被无限拉高。街角楼梯转角处，突兀地立着一座小庙，橘色的光芒透出一股很温暖、很安全的感觉。低头看去，自己身体倒在刚才站立的位置，缓缓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眼前所有的景象全被红色替代。原来单元楼外也不安全。本次模拟结束，评分以下：评语刚出狼窝，要入虎穴，如同多彩的人生一般，不是吗？奖励以下基础评分加领悟临时天赋共获得101元玉，获得一张蓝色天赋升级符咒，一张绿色天赋升级符咒。还不错，这次模拟有3位数元玉的奖励，只是评分标准是怎么计算的呢？按照前几次模拟看来，丙类评分需要了解诡异的活动规律，那么乙类是成功逃出诡异所笼罩的范围吗？至于甲类，意味着要真正杀死诡异吗？那东西能被杀死吗？小区外凭空让人人手分离的红灯笼，之前在云龙观见过一次，没想到它竟然覆盖了大半的城市，而且它的危害程度远在银轨之上。它出现的征兆就是让光源熄灭，然后呈现红光，只是它杀人的征兆尚不能确定。还有街道尽头那个小庙，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下次模拟先去小庙看看。模拟器消耗蓝色天赋升级符咒，提升冷静天赋品质。升级成功，胸有积雷而面若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你拥有非常人可比的谨慎心理，古之名将般的洞察力，能在极其慌乱的局面中迅速推演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消耗50元玉带出锦鲤附体，并使用绿色天赋符咒升级。升级成功，你的运气在常人中比较突出，更容易获得神秘物品。楚成墨在疼痛转移天赋上纠结是否带出，考虑到捉襟见肘的原玉，最后还是放弃带出，直接开始了下一次模拟。有情况，妈，妹妹，快出来，楼道没人。这样确定可以吗？妈，您放心吧，你看我有这个强光手电。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迅速，强光手电竟然能一瞬间将银轨吸引过来，暂且记下这个细节。疼痛感瞬间蔓延至全身，只见楚成墨发抖的同时，鬼手也在跟着颤抖。这只手可以跟着我的想法行动，既然如此，我的意识可以影响到鬼手，但是反应有点迟钝，1分钟的时间，泡面都融了，而且现在浑身无力。手臂似有千斤重，疼痛感依旧让楚成墨无法利用冷静天赋，而刚才被鬼手撕裂成液态的银轨也在瞬息之间跟上了自己。突然，一股寒意涌上心头，一阵清脆的钟声响起，银轨的行动犹如游戏画面较真一般，却始终离楚成墨不远。这是灯笼诡异出现的前兆。只见红光铺开，原本生命力顽强的银轨在接触到绯红光芒的刹那，瞬间消融。银轨可以借由灯笼诡异出现之前熄灭的光源的间隙追杀自己，这段时间极其危险，绝不能掉以轻心。绯红的光芒再次萦绕在楚成墨的背后，想象中视野上升的场景并没有发生。原以为只要被红光照到就会必死无疑，没想到他的杀人方式是随机的，就如同悬剑一般，什么时候落下取决于握剑的人，而不是被悬者。疼痛感再次将楚成墨拉回现实，黢黑鬼手肆意摆动，每挥动一下都令他痛入骨髓。该死的东西！随着地中摇动与自身不断与其争夺控制权的双重压制下，鬼手终于安静了下来，看着散发着橘色光芒的小庙，当下再不迟疑，就去那里。随着地钟在街道传开，天空中的红灯笼也没有因为地钟发出的声响而停止升空，绯红光芒悄悄散去，街道再次染成霓虹色彩。街上什么时候突然就出现这么一座庙？而且在这橘色光芒里，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就连鬼手都安静了。偌大的庙里，只见一根1人来粗的烛台连接着地面，灼灼生辉。楚成墨来到一旁坐下，对面一尊古色的铜镜与这个场景显得格格不入。怎么突然之间头发变白了这么多？是鬼手在让我的身体机能下降，生命力流失吗？没想到使用罡洞竟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下次模拟必须要尝试用地钟来脱险。说着便从怀中取出日记本，
翻看着未来几天所发生的事情。未来自己没有提及模拟器，这样看来，模拟器是现在的变数，未来是现在的结果。结果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变数的作用，但结果已定，无法再运用变数。结合2次查看日记，可以得知的是，银鬼出现提前了。拿出手机，打开聊天软件，租户群里一片寂静，当中寥寥几条信息，是一个黑色的头像，没有昵称的人发出的。请务必切断任何光源，生命无价。这个人是城市里对抗诡异力量的工作人员吗？银鬼是通过影子四处杀人的，直接用光传播的不明物质来说明，可以消除人的恐慌，同时让人最大程度对光产生忌惮心理，这样也可以。一条条消息提示音传出，打开手机，楚成墨脑海中立马浮现了一个西装革履的油腻中年。我明明退出了工作群的，什么时候又加进来了？点开消息，那个备注为肥头大耳黄大发的人又不断艾特一个个群成员。这孙子不知道现在的局势吗？被他艾特到的同事，说不定早就变成无头尸体了。就在楚成墨将要再次退出工作群时，忽然黄大发艾特到了他。不对啊，总感觉工作群里面发生的事情太过于诡异。黄大发似乎与楚成墨杠上了，不似其他人直接跳过，而是持续的艾特他。当他最后一段话发出，瞬间变成一段嫣红的文字，继而又演化成血液铺满整个屏幕，一只遍布红血丝的眼睛从屏幕上长了出来，眼珠死死地盯着楚成墨。楚成墨心里突突，手机被扔出老远，屏幕仍然亮着光，但那满屏的血迹已是消失无踪。就这点能耐吗？楚成墨蹲下身子，捡起手机，又一次退出工作群。等待了几分钟后，手机再没有异常，自己也没有被拉进工作群。看来这种诡异是通过黄志成的某信或者是工作群来传播的。手机应该没问题，不过他刚才说看到我了，难道还能把我拖回去继续加班不成？但他刚刚在群里放了狠话，却没有出来把我带走，是不是因为小庙本身规避或者阻挡了他对我的抓捕？都到了这种地步，该死的剥削者竟然还想压榨自己。刚才翻阅日记的时候就有点饿，没想到短短10几分钟就有点无法忍受这股饥饿感。未来的自己没有吃饭吗？饿得也太快了。看来得准备一些物资在小庙附近寄存，等到现实诡异降临可以少很多事，这样还可以减少外出频率，降低灯笼诡异杀死自己的概率。望向街头醒目的便利店，当下再不迟疑，就去那里。没跑出几步，只觉四肢无力，心脏跳动个不停。怎么会这样？很不对劲。原先以为是工作群搞的鬼，可是在打开手机之前就有饥饿感了。那这能量急速消耗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只鬼手，它带来的坏处实在是太多了。幸亏这是在模拟里，现实早就被搞死了。终于，楚成墨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在自身能量耗尽之前，来到了小店里面。有人吗？老板在吗？或许是因为购物习惯，楚成墨喊了2声，便在货架上翻找着食物。有人在那里吗？敲门声不断从门里响起，似乎是在回应着楚成墨的话。你领过的原始天赋，软心奈尔在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能保持相对于正常状态下的自己40%。你在里面吗？门内传出的撞击声越发强烈，用尽最大的力气控制着鬼手放在门缝与墙体接触处，左手放在门把手上。既然你不出声，就是默认我开门了哟。至少在模拟里先把所有雷区趟过一遍，现实中就可以规避很多危险。撞击声越发急切，像是不断的提醒楚成墨赶快打开房门，将他带离这个诡异的世界。恰在此时，街道灯光熄灭，绯红光芒再次萦绕在这静谧的夜。扑通声好似有人紧紧贴在门上，因打开房门找不到着力点摔倒。赶快起来，红灯笼马上就要来了。说话声如同石沉大海，半天得不到回应。透过绯红光芒散发的微光，只看见一双手瘫软在地面，毫无动静。难道他死了吗？附近突然传来一股东西转动的声音，一股莫名的凉意从脚底直击天灵，额头渗出一滴滴冷汗。突然，物体滚动的声音碾过了门板，楚成墨仰起头，头顶一颗中年男子的头颅满眼恐惧地看着自己。救救我！救救！话未说完，那颗头颅就化作绯红的血灯笼，楚成墨的头颅也跟着飞起。天上的血灯笼全都是活人的头颅，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亡，仍然保持着求生的意志向活人求救。当看到活人的瞬间，被他们看到的人，连同他自己，都会瞬间变成血灯笼。消失。本次模拟结束，评分以上。评语：你存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经历足以拍成一场电影。恭喜你发现安全屋，在模拟未来中进入安全屋将为你自动存档奖励。模拟器这样提示，说明那座小庙存在于现实，但自己经常从那条街上走，却从来没注意到有这样一座庙，与其他建筑与众不同的风格，并其本身就很显眼。
明天还是去那条街上实地查看一下吧。获得新道具狮头鬼之手，该物品是你个人物品，神秘的包铜骨骼中的诡异与部分灵鬼结合而成。此物带入现实，模拟器将免费为宿主容纳。本物品的具体用途，请你自行探索。副作用如下3个副作用，对拥有这件物品来说看起来也没什么，但这3个副作用一旦爆发开来，都足以要自己的命。谁那么神经病会把这种东西带进现实？白给都不要。转念一想，这只鬼手能够撕裂银鬼，为自己开辟生路，但随之而来的便是自己的寿命减少。诡异马上就要复苏，到时候谁能保证自己可以顺利到老呢？既然鬼手来自于刚洞，是否说明模拟刚洞主人的人生便可以提高鬼手的契合度？当下还是等诡异降临后有了新的落脚点再说吧。是否消耗3张绿色天赋升级符咒，兑换1张蓝色天赋升级符咒？否，兑换选项1、选项2，并使用2张绿色天赋升级符咒提升忍饥耐饿和疼痛转移天赋，使用1张蓝色天赋升级符咒提升锦鲤附体天赋。天赋升级中，升级成功。楚成墨细数着获得的天赋，如今所获得的5项天赋，令他的身体素质异于常人，其中不乏有4项都与生存息息相关。即使将来面对残酷的环境，他的生存几率也将大大提高。模拟器退出模拟，已为你退出完美人生模拟器。徒弟啊，云清。师傅。耶，怎么又钓了这么多？眼瞅着这都第2周了，上周钓的鱼还在缸里没吃完。吃不完就放缸里养着嘛，再不行给山下的村民也送几条去。送了，结果就是你送我1条，我还你1条。对了，云清了，今天有人来上香吗？倒是有一个，一位楚成墨居士说最近老做噩梦，觉得家里有脏东西。我拗不过他，就把你一直没用的地钟借他了。你把我那件地钟就这么给别人了？有什么问题吗？那人看着不像借了不还的人，而且他还和师傅你在一个钓鱼佬群里都来钓鱼。楚成墨是墨守成规的墨吗？啊，对对对。耶，师傅你去哪里？遇墨而退，原来是应在这里。时候到了，师傅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没什么事。云清，咱们待会儿趁天还亮着，下山待段时间吧。模拟器，欢迎来到完美人生模拟器。由于刚洞使用后的不稳定性，所以这几次模拟楚成墨决定尝试只使用地钟来躲避银鬼的影响范围。前几次进入灯笼诡异笼罩的范围都是在室外，这一次楚成墨找到一处地下室，想以此验证灯笼诡异杀人是否需要在红光笼罩的区域。灯光熄灭，灯笼诡异出现的前兆。等待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突然一片红光浮现在楚成墨的眼前，视野也随之被拉高。这是未来专门处理诡异的工作人员吗？你死了，本次模拟结束。继续模拟，选择小庙存档点。你的未来人生已载入成功。如今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地钟在银轨范围内脱困，但是灯笼诡异没有规律的随机杀人，让人防不胜防。转头看着闪烁着火焰的烛台，楚成墨顿时有了一种猜想：既然灯笼诡异无法影响到小庙，除开小庙本身就是一种庇护所般的存在，是否还跟这里面某种东西有关，或者说跟这烛台有关？想到此，楚成墨便退出模拟。在可带出选项里，竟真的出现了蜡烛，将红色蜡烛带出模拟，退出模拟器，准备明天出门借由蓝色锦鲤天赋在古玩市场碰碰运气。这令牌怎么卖？那个呀，5000。这种还要5000？扔下锦衣卫的牌子，楚成墨的目光瞬间被一个毫不起眼的粗瓷碗吸引。此碗做工拙劣，碗上有一幅淡淡的图案，看起来像是一条鱼。天赋锦鲤附体触发成功。这个碗呢？怎么卖？那个呀，那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近代的东西，你给500就行。一个破碗还要500？兄弟，别走，价格都是可以谈的吗？你出个价。50啊，这多少让人有点难为情。不，我出5块。什么？不行，5块太少了，卖不了。那我再去别处逛逛。别走啊，要不然你再加5块，这碗就是你的了。真是老物件。这样吧，8块，卖不卖？卖。来到模拟中那条街道，尽头处却并没有小庙的影子。看来和我判断的没错，那座小庙确实是诡异降临后凭空出现的。随后在附近租下一个小杂物间，将一些方便面、薯片、饮用水等物资堆放在里面。有了这些物资，到模拟时可以很快转移到小庙，减少被灯笼鬼杀死的几率。
父母留下来的房产终于卖出去了，这下只有老家的老宅还空着。诡异复苏之后，谁还愿意花大价钱购买房产呢？还不如囤点有用的东西来迎接诡异。接下来的几天，楚成墨将积蓄花得七七八八，其中大半用来购买黄金放在租房里，一小部分则拜托老家的发小购买了粮食，将其囤放在老家的房子。随着诡异的复苏，古董文物也可能附带上诡异，到时候或许会有人竞相抛售。即便货币贬值，黄金应该依旧坚挺，而我则可以用这批黄金购买到从前根本买不到的谷物。夜幕降临，随着时间推移，墙上渐渐有一些淡黄色的水渍渗透进来。看着眼前这一幕，楚成墨从包里取出地钟、蜡烛，把新买来的粗瓷碗放进包里。而最下面的钢洞，或许是因为没有了诡异的支撑，已经渐渐有了裂痕。模拟器，欢迎来到完美人生模拟器，你获得了礼物神秘的粗瓷碗，可花费100元币开启原本主人的过去人生，是否开启？否，暂时不开启。你的钱包元玉余额为670，个人人生模拟消耗1元玉，是否消耗元玉？将现实物品带到模拟游戏中。楚成墨毫不犹豫，将选项1地钟以及选项2红蜡烛带入模拟，目光在第4块屏幕稍作停留，随后便选择小庙存档点，开始继续模拟。载入天赋中，载入游戏中，你的未来人生已载入成功。掏出日记本，翻看着未来几天所发生的事，结果和前几次模拟一般，日记中的内容并没有多少变化。从模拟开始到已经几次到达小庙这个存档点，期间日记本的内容都没有什么变动。但第一次进入模拟时，日记本所记录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日期都与当前大相径庭。那么在这期间，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淫鬼提前复苏？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楚成墨排查这几次做的各种准备，包括封死窗户、关闭电源等等，均没有导致日记本内容出现丝毫变化。对了，是声控灯。唯有那次换掉楼道声控灯以后，记事本上所有事件都提前发生。看着拉自己入群的消息，楚成墨丝毫不理会。灯芯接触烛台被瞬间点燃，护着蜡烛的同时，外面的绯红光芒也消失不见。开始了，接下来就让我来试试小庙的烛火吧。饭馆门口外，一辆开着车门的车停在路边。楚成墨拉下驾驶座的无头尸体，继而进入车内，将经过小庙火焰点燃的蜡烛放在控制台上，点火、挂档，一气呵成。油门、刹车、离合、离合、刹车、油门。借着车灯看去，路上满是诡异降临后造成的车祸现场。你领悟了原始天赋，老司机。突然，红光浮现，灯笼鬼即将出现。楚成墨的心脏也因红光出现跳动得更快。看着控制台上摇曳着的烛火，踩油门的脚却更加用力。一个人影从车边晃过，停下车，猛然扭头，绯红的光芒倾盖整条街道，绯色光芒打在他身上，映出长长的道路。是巧合吗？他竟然毫发无损。可恶，还是没能逃脱。你死了，原始天赋老司机已消失。本次模拟。庙里的烛火可以抵御灯笼诡异，但只能坚持一个呼吸。那女孩是盲人吗？还敢在街上随意走动？她怀里好像抱着什么，难道刚刚是巧合吗？还是她有避免被灯笼鬼选中的方法？各种疑问充斥在脑海，当即再次开始模拟，接续小庙的烛火，等待红光消退，重复着拉下驾驶位的尸体，并将带来的10根蜡烛一同摆在控制台。这里危险，你怎么在路上到处乱跑？红光乍现，绯红光芒再次铺满整个街道。竟然是只大公鸡！你不知道天上这些红灯笼会让人掉脑袋的啊？为什么死的又是我？下次你说话快点啊！太不对劲了，他明明看到我变成灯笼了，怎么没有被传染？这不符合灯笼诡异杀人的规律。再来一次，这里危险！你不知道天上这些红灯笼会让人掉脑袋的吗？女孩略微迟疑，轻轻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要多交流啊，又点头又摇头的什么意思啊？现在时间很紧迫的。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是红灯笼的原因。你早说呀！怎么每次看见你，我就必须得死一回？翻看着背包，之前准备的红蜡烛也已经使用完，只能拿起地钟。再来，再来，再来，再来！你好。四周一片黑暗，女孩只觉一道身影扑向自己。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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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吧你！你干嘛呀？可算把你给逮着了。应急罐头。应急罐头，这是正经宠物取的名字吗？你先过来啊！红灯笼要来了，等会儿就把它还给你。我不要，你是坏人。绯红光芒驱散了街道的黑暗，映照出2张截然不同的脸。灯笼瞬间浮现在女孩眼前，朝着楚成墨的方向，带着一脸渴求，缓缓地升向高空。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红光再次消退，怀抱着的大公鸡耷拉着脑袋，便再无声息。就提了下脖子，不是缓过来了吗？怎么就死了呢？难道是因为和主人分开，气不过，把自己给气死了？随即不再多想，继续开车准备朝郊区驶去。
这车到郊区，四野无人，红光乍现，灯笼诡异，随即杀人变为必定事件。楚成墨的头颅在车内飘荡。你死了，本次模拟结束，评分：丙中，评语：且行且珍惜。奖励：丙中评分基础奖励加发现安全屋加成功躲避一次眼鬼的追杀。为什么模拟器称灯笼诡异为眼鬼？难道它是诡异的眼睛？这也太吓人了，覆盖了大半个城市，那这诡异的本体该多大？本次可带出模拟物品如下：表盘里增加的可带出选项里，楚成墨在黄金和钱上停留一阵，表盘也随即给出了每带出一定比例所花费的元玉。明明可以抢，却还要给点东西我。随后又一次扫过其他物品，可带出选项里没有大公鸡，是因为不属于我，还是因为它是活物的原因？最后一次模拟里强势夺取了那女孩的宠物，导致她被灯笼诡异杀死，而那只能抵挡诡异的大公鸡也因为离开它的主人，没多久也死了。下次不能这样了，至少得保全那个女孩。随即瞥向元玉余额，已经800多元玉了吗？再等等吧，突破1000之后就尝试着开启刚动主人的过去人生模拟器，花费50元玉购买选项1老司机，并使用绿色天赋升级符咒升级。升级成功，您获得了天赋老司机。翌日，楚成墨购买了一箱箱的红蜡烛，将其堆放在出租房里，又在地图上勾勒出市区车辆行车所需要经过的最佳路径。模拟器，欢迎来到完美人生模拟器，你的钱包余额为766，个人人生模拟消耗1元玉，是否消耗元玉，将现实物品带到模拟游戏中。选择选项1地中和选项3一箱红蜡烛。你的未来人生已载入成功。距离10点55这个关键时刻还有12分钟，得赶在这之前达到小女孩的位置。翻开装有蜡烛的箱子，将其打包背在身后，又将地钟挂在胸前，借由小庙的烛火点燃蜡烛，只等红光消退，霓虹复亮，在保证蜡烛不会熄灭的情况下快速上车。天赋老司机已生效。你怎么一个人在街上乱跑？这里很危险的，不怕被天上的灯笼摘掉脑袋吗？快到车上来，要是等到灯笼升起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你领悟了临时天赋说话的艺术。你先不要说话，这次有大公鸡在身边，以及20根加粗版的红蜡烛，赌一把，要么安然无恙，要么借由蜡烛支撑扛过这波灯笼诡异的袭击。红光浮现，扫去街道的黑暗，一盏盏红灯笼从街道两旁的楼宇后冉冉升起，将暗蓝的夜空映成绯红，灯笼连成天穹中的长河，绯红光芒洒落街区。如此情景竟是美轮美奂，让人如堕梦中。楚成墨身处这梦幻当中，却自觉一股凉意直冲天灵，额头渗出丝丝细汗，一脸凝重而执着。身旁的女子亦跟着楚成墨紧张起来。赌对了，大公鸡有一种抵抗诡异的能力，再加上小庙里烛火点燃的蜡烛，两相叠加，大公鸡能力生效，蜡烛就不会被消耗了。你走在街道上，应该也见过人的头颅变成红灯笼的吧？是，今晚天上有好多的红灯笼，我还给我妈妈说好漂亮，喊了妈妈一句就节哀。天上这些红灯笼都是死者的头颅变成的，有灯笼存在的地方就有人死亡，而那些刚刚死去的人会向周围的人求救，如同传染病一样无一幸免。可是我……先不管那些，你之所以能够逃脱，和你这只大公鸡确实有很大关系，它保护了你，现在也保护了我。是这样的吗？汽车再次经过霓虹交织的城区里，车道两旁渐渐出现一些因事故而造成的车祸现场，惨不忍睹。路堵住了，我们下车走吧。你跟紧我，我们之间如果离得太远，天上升起的灯笼就会要了我的命。好。两人靠着道路一侧行走，从车辆废墟里寻找落脚的间隙。现场散发的黑烟中有一股烤肉过头的焦糊味，彼此都压制住思维，以免被气味扰乱心神。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车子撞在一起？观察着眼前的钢铁废墟，两辆相撞挤压的有些变形的公交车组成了这堆钢铁废墟的主体。602公交车，好像是同事王志友上班经常乘坐的那班车。那个，这里好像是今天早上新闻说的两辆公交车相撞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是光明路，这里不是。总之先离开这里再说。拉起女孩微微发抖的手，两人在这车辆废墟间穿行，绕过那一堆钢铁废墟，前方的道路却被浓郁的灰雾笼罩住。转头看身后，身后也如同前方的道路一般，透露着诡异。隐约间，只见一抹红光出现在雾气之外。这里的路况不对劲，红灯笼笼罩的光芒竟然无法照射进来。你要跟紧我，我有种预感，鬼可能要来了。好的。
我知道了，难怪之前一直弹出邀请，这是工作群里的那只诡异。不知道其他同事怎么样？原来他是以这种出场方式拦在我必经之路上，但是他是通过什么找到我的呢？是手机吗？如果我选择绕路会怎么样？你的应急罐头不一定对这片雾气里的鬼有用，这个蜡烛你拿好，关键时候或许能救你。别怕，就当做这是一场游戏吧。那是楚成墨，你今天为什么没有上班？你为什么没有上班？烛光抵御着诡异的侵蚀，自身燃烧的也更加猛烈。王之友踏入烛光范围内，浑身颤抖，发出不堪重负的骨肉摩擦声。他的独脚像是陷入泥潭，再也无法挪动分毫。庙里的火焰点燃的蜡烛对这个诡异也有用。你为什么没有上班？你为什么没有上班？拿好！一边摇晃着地钟，一边接续着烛火，背后的蜡烛被迅速消耗，地钟的响声也在街边不断传荡。都世界末日了，谁还有心思上班？你为什么没有上班？为什么没有上班？怎么突然之间出现这么多人？你为什么没有上班？不行，诡异太多了，红蜡烛的消耗速度太快，根本没有间隙逃出去。密密麻麻的身影仍不断的簇拥过来，身后的蜡烛已经用完。尽管此刻已是满脸细汗，依旧不断的摇晃着地钟，可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这股如潮水般涌来的人群。地上那一堆堆被地钟击碎的肉块再次蠕动组合成一副新的身体，而地钟所带给他们的威胁也在逐渐减轻。给你，你做什么？我帮你引走他们，你带着应急罐头走吧。楚成墨凝望着他，从他那清澈而泛着泪光的眼神中，看到了绝望与无助。或许从他失去家人的那一刻，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已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便不再阻挠。好，大部分鬼都朝着江茵茵汇集而去，很快他就被淹没在鬼群之中。你为什么没有上班？来，你凑近点，我告诉你。你领悟了临时天赋街头格斗术。你的临时天赋街头格斗术升级为绿色天赋。你领悟了临时天赋。你为什么没有上班？评分：礼上。评语：离明前的黑暗总是难熬。奖励：礼上评分基础奖励：加发现安全屋，加成功躲避17次眼鬼追杀，加打碎13个超尸，以及领悟4个临时天赋，共计596元玉。获得天赋升级，符咒绿色成1。本次可带出模拟游戏的物品如下：模拟器消耗160元玉，将选项1、选项2、选项4、选项5带出模拟。购买成功，检测到街头格斗术和损血狂战，可与你自身天赋疼痛转移合成一枚咒印，是否合成？咒印是很久以前看过的动漫里面的那种咒印吗？合成。合成成功，获得冰之咒印。律师，此咒印可通过融合同类天赋以及咒印进行提升。这个咒印只需要大量进食就能增加力气，强化体魄，而那些融合过的天赋能力都将在咒印里得到体现。不错，很值。这次模拟里，江茵茵临死前亲手把应急罐头交给了自己，然而她依旧没有出现在可带出物品选项中。模拟器对个人所有物的判定真是个谜。这次模拟结束评价是：黎明以前的黑暗总是难熬，说明选择的那条路径是正确的。或许闯过那一群昌尸的包围，就能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但是该怎么闯？他们虽然脆弱，但当重新聚合起来以后，各方面力量都会跟着增长，根本无法被杀死。怎么在短时间内将他们打碎？趁着他们未聚合之时，逃出灰雾笼罩区，这才是破局的关键。一上午的时间，楚成墨都在思考如何破局中度过。午饭时间，平安花苑外一家餐馆的包厢里，楚成墨用极少的时间将一只烤乳猪以及一些其他肉食全部吞入腹中，依旧没有感觉到饱腹感。历史咒印没有对每一餐进食量做限制，理论上来讲，只要我愿意，哪怕一头牛我也能吃得下去，而且吃下去的食物都可以逐渐转化来提升我自身。这个咒印真是太棒了。此刻，一道暖意从腹部涌起，继而周流全身，周身沐浴在这股暖流中，竟产生些微震颤，一种澎湃的力量从身体内油然而生。这种健康舒服的状态，好久都没有体会到了。翌日，晨光熹微，阳光洒在身上，轻松惬意。姑娘啊，你听说了吗？你们小区不到1个小时，3个人全莫名其妙的死了。听说了，死得好惨哟，都遭剁成肉酱了。
这里住不得了，搬家吧，今天就搬。记事本上说，今天单元楼会发生3起凶杀案，而今已得到验证，淫鬼开始苏醒了。不过他现在刚刚复苏，力量还不是特别稳定，到15号杀死那一对情侣后，才会全面复苏。冲洗。谢谢，小伙子力气大嘞。累的话就稍微歇一下，不要勉强自己。好嘞。把物品全部存放在租界的杂物间里，而后模拟小庙存档点，等到外面霓虹复亮，再将杂物间里的东西都转运到小庙里。我明明搬运的是未来杂物间的物品，竟然影响到了现在，这算是小庙 bug 吗？这样的话，岂不是能节省好多元玉？欢迎来到完美人生模拟器，你的钱包余额为1183，你可以选择模拟自己的未来人生或他人的过去人生。是否开始模拟？模拟刚动主人过去人生。已选定，扣除500元玉。此次模拟中，你不可带入除自身以外的任何物品，你可消耗20元玉，以亲身经历原主人过去人生。是否消耗？否，直接开始模拟。载入游戏中卓杰的过去人生已载入成功。卓杰，这就是刚动主人的名字吗？娃儿啊，卓杰。哎，哈哈哈，好，太好了，娃儿能醒过来，太好了。里面有点肉干，你在路上吃吧。西北面有座庙，里面住着3个法师。这封信你要交到西北面庙里的法师手里。走一个白天一个夜晚，你就能看到那座庙了。他们看到信会收留你的，娃儿。你没事吧？地上男人的脖颈像是被一双手勒住，难以出气，以至于每次说话喉咙里就传出一股奇怪的声音。快走吧，再不走，等窄袖观音追上来就糟了。阿爸就只能陪你到这儿了。那我走了。暗淡天穹上犹有星辰闪亮，依靠北极星的闪动，在黑夜里依稀辨别出了西北方，沿着星辰的指引向那方不断奔跑。朝西北方走一个白天一个黑夜才能找到庙，这副弱小的身躯能行吗？还有卓杰父亲口中说的窄袖观音，是诡异吗？那道奇怪的声音时断时续，但好像始终在楚成墨身后不远处的地方响起，就连呼呼风声都无法将这声音吹走。那声音一阵一阵的响，让楚成墨心生烦躁。天赋冷静持续生效中。娃呀！一层层绷带缠绕了男人的全身，只露出一张遍布皱纹的脸，一脸慈祥。那些绷带散发出融融白光，照亮了黑夜，即便隔着很远，也能一眼看清他的情况。那根本不是绷带，一条条雪白手臂从男人领口里、袖口里钻了出来，它们交相缠绕，覆盖了男人全身。一双双小手从绷带缝隙处伸出，朝楚成墨微微招手。撞到鬼了，他竟然在跟我打招呼。这是刚洞主人生活的地方吗？太邪门了，难怪他自己的手骨都被做成了笛子。跑，太诡异了，赶紧跑！娃呀！男人明明距离极远，声音却如同在楚成墨耳边低语，压榨这副虚弱身躯里的每一分气力。还未跑多远，只觉肺部疼痛，浑身大汗，力气也随之消磨大半。娃呀！背后那只鬼会不会只是吓唬我，让我亡命狂奔，然后等我耗尽力气之后坐收渔翁之利？不行，再继续狂跑下去，等会儿绝对动弹不了。倒不如趁现在放缓速度，看看身后的诡异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娃呀！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那声音每隔一阵就响起一次，但它从未真正出现在楚成墨面前。目前看来，这只鬼离自己还有很远，而且它没有类似瞬间移动般的能力，短时间内追不上自己。再度放慢速度，见没有什么异常，楚成墨放松了警惕，摸黑走进一片树林中。此地不宜久留，赶紧走。你要去哪里呀？带上我好不好？不好，快跑！这只鬼能拖慢我的速度和思维。这就是窄袖观音吗？他的肚子，难道卓父被他吃了？你要去哪里呀？带上我好不好？女子话音刚落，只见身前两只手瞬间将她的嘴巴拉扯成篮球般大小。这什么鬼东西？他想干什么？
楚成墨已做好死亡准备，却听见几声犬吠由远及近，只一刹那，一只黑犬便至两人身前。窄袖观音回头看去，瞬间吓得浑身颤抖，卷起一股黑风，逃也似的离开了。这只狗竟然能吓走窄袖观音，难道它是类似于某种诡异的存在？不过还好，没有浪费500元玉。但是大狗已经离开，窄袖观音会不会再伺机追上来？不行，得赶紧走。大狗已经离开了，万一等会儿窄袖观音追上来就完了。只有先找到西北方的法师，到那里才真正的安全。如此走走停停，终于走过了一个黑夜，一个白天，一座狭小的庙宇出现在楚成墨眼前。远天风云变幻，云霞舒卷，不过短短几十步路的时间，天色就在风云巨变中黑了下来。四周空空荡荡，犹豫了一下，最终朝着左边的房屋走了进去。阿爸叫我拿着书信来投奔你，窄袖观音在追杀我们。窄袖观音我知道，遇上他的人会不知不觉失去警惕心，最终会被他吃掉内脏，你却能在他的追杀下逃掉，可是半路有什么奇遇？楚成墨想起那头从黑暗里奔出来的巨犬，直觉告诉他不能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也不知道，我紧一阵慢一阵的跑，跑了1天1夜，就跑到了这里。不对，没有这么简单。奇怪，绝对不可能，我的判断绝不会出错，你一定是在半路上遇着了什么。你的命格上显示你有一次逢凶化吉的机会，若不是这样，你一个没有经过系缚修行的人，怎么可能逃得过死绝？命格系缚修行，这僧人怎么知道卓杰的命格？莫非是信上写的？那这系缚修行又是什么？法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僧人见楚成墨年纪尚小，一脸淡定从容，不似说谎。或许你这次的奇遇是在你无知无觉间出现的，此般情况虽然稀少，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您看起来就是很有本事的大法师，能不能除掉窄袖观音啊？杀死窄袖观音并不是多困难的事情。僧侣的目光在楚成墨身上游移，霎时间只觉一股寒意陡然生出。不过在这之前，我需要做点准备，我还缺少一件系缚命器。你的命格就正合适，你可愿意为杀死窄袖观音而牺牲啊？废话，当然不愿意。这和尚有古怪，快跑！家境贫寒，告辞。来都来了，就留下来吧。放开我！你死了，本次模拟结束，评分：低上，评语：这个世界对你而言仍是一团迷雾。奖励：低上评分基础奖励，加防一次窄袖观音追杀共计15元玉，获得新道具一根藏，可消耗1000元玉将其带出。一根藏，这个应该是通过模拟器，让我有了能够继承卓杰命格中一根藏的可能。但它具体是什么东西，亦是钱流的一种集合，自身积累的力量越大，一根藏也就越强。而卓杰的一根藏在危急关头化作巨犬击退了窄袖观音，而且当时还有其他犬类的无野生，说明卓杰的一根藏潜力不止于此。可惜没有冥想法，不然经过修炼，说不定可以发挥一根藏的全部力量，对付那些上班诡异应该是没有问题。奇怪，鬼手的数值怎么会增加这么多？楚成墨看向鬼手的同时，与之对应的数据也显现了出来。契合度应该需要在真正容纳以后，经过不断摸索与训练，才能获得较大幅度的提升。而容纳成功率则是每一次经历卓杰的过去人生，便让他的过去在我身上重演了一遍。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鬼手对我的接受程度提高。如此的话，模拟器开始卓杰的过去人生模拟。我走了。离开卓杰父亲后，楚成墨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自身摆脱窄袖观音的追杀。依旧是熟悉的配方，依旧是熟悉的味道。没错，逃离窄袖观音的追杀纯粹是异想天开。你要去哪里呀？带上我好不好？1、2、3 ，28双眼睛，意味着周围有28头巨犬。这次路程依旧花费了1天1夜。太阳快落山时，终于见到了高岗上的庙子。卓杰父亲说庙里有3位法师，这一次又将是什么惊喜呢？进入庙内，自动忽略左边的房屋，径直走向主殿。只见大殿之上供奉着一座鸟首人身，背生双翅的塑像，之后便再无其他。既然这里有3个法师，那肯定总有一个是正确的选择。这次去另一边看看。大师，阿爸让我拿着书信来投奔您。我和你父亲是几10年的朋友了，当初我们一同在无想尊能寺中修行，后来他破了戒律，还俗而去，我则被派来驻守此地，也就断了联络。有漏洞。
既然卓父已经和他断了联络，那如何解释卓父知道他住在此地，还专门写信让儿子来投奔？如若早知道老僧在这座庙里，又为何故意不与之联络，偏要等到危险来临的时候才想起这个朋友？对，就是这样。您能帮我们杀死窄袖观音吗？傻孩子，鬼怎么可能被杀死呢？什么？鬼不能被杀死？鬼为什么不能被杀死？我就是鬼，我自己都不能杀死自己，爷凭什么？完全动不了。无形的力量将楚成墨禁锢，只能任由这只不断颤抖的干尸推向自己。随后，一支蘸了朱红颜料的毛笔凭空出现，水墨滴落，疼痛瞬间蔓延。我背脊上浮现一副栩栩如生的人像，整副人像勾画完成的时候，干尸用尖锐的指甲划开楚成墨头顶。不要怕，只是稍微有点点。你死了，本次模拟结束，评分：低上，评语：这个世界对你而言仍是一团迷雾。奖励：低上评分基础奖励，加考虑一次窄袖观音之山共计15元玉。本次可带出模拟的物品如下。没想到卓杰的一根藏可以重复带入现实，一根藏重复叠加，最终会由量变引起质变吗？获得制作工艺：人皮枯鬼画。你经历且目睹了人皮枯鬼画的全部制作工序，可将人皮枯鬼画的制作工艺卖出。经判定人皮枯鬼画制作工艺价值3000元玉，是否卖出？提示：将人皮枯鬼画带入现实，需花费5000元玉。这也能卖？虽说这件物品很有用，但又没有一根藏那样潜力巨大，更比不上狮驼鬼之手，蕴含了种种可能性。模拟器出售人皮枯鬼画的制作工艺，购买所有的一根藏。购买成功，你获得了一根藏。一股清凉的气息灌进楚成墨脑海中，他想仔细体悟这股气息。在他念头微动之时，气息却消失无踪。目光看向墙壁上霉斑的位置，隐隐升起一种紧张感。一根藏是能让人对即将到来的危险生出紧张吗？还是因为我有双份的一根藏，所以才有了这种类似于秋风未动蝉先觉的灵机紧照？将目光再次看向鬼手，各项数值渐渐显露出来。没想到这一次的容纳成功率竟然高出这么多，这是为什么？难道是第二个僧侣与卓杰有极深的关联，还是因为只要经历巨大的痛苦就能提升容纳成功率？或者说，卓杰死之前，他的皮翼也被做成了鬼化，自己与他有了相同的经历。看样子，在得到冥想法以前，应该能先选择容纳鬼手。模拟器，你是卓桑的儿子吧？果然和他长得很像。卓桑是卓杰父亲的名字吗？阿爸让我来投奔你。其他几间禅房，你没去看过吧？没去过。你的阿爸与我说过，你是灵藏命格，自有一种趋吉避凶的本领。现在来看，果然如此啊。这样看来，卓杰能够一次性选对这个禅房，是因为他自身趋吉避凶的本能驱使的吧？而自己只是带入了他的身份，所以才选了3次。你要是先去了其他的禅房，这个时候必定已经没命了。为什么？你的命格对那2个即将复苏的半鬼半人的师兄来说是天降甘露啊！他们可以拿你来吸附体内快要复苏的鬼，或者是转移鬼的力量，但不管哪种，都是需要你去死一死的，可明白了？明白了。法师，别的禅房里有鬼，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我们村子被一只窄袖观音袭击，都已经没有多少活人了。我本就是被携来镇守2位师兄的，他们与我互相制衡，有我在，他们体内的厉鬼几年内也不会复苏，有什么可怕的？其言辞里透露出来的信息量极大。楚成墨沉默了片刻，思维高速运转，开始设法引导话题，让受僧侣透露给自己更多有用信息。他们身上为什么会有鬼？这般世道，遍地都是鬼，只有自己变得与鬼一样，才不会被杀。莫说他们，我体内也有一只，只不过我运气好，完成了吸附，暂时没有厉鬼复苏的困扰罢了。你体内也有一只鬼，你怎么拴住它，没让它跑出来的？拴住鬼，这说法倒是很生动。你想知道吸附鬼的方法，倒是机灵，但你想知道这法子，须得拜我为师。这是密藏域所有法寺共同的规矩。密藏域，此地原来是以前的密藏域。
师傅，卓桑让你来寻我，一存了让我收你为徒的心思。我们本是多年的朋友，他这个请求我自然答应。这些字我也不认识啊。你的命格正好能解我此时之困，所以即便你不开口，我也会收你为徒。卓杰，打今日起你就不叫卓杰了，我给你取一个法名，就叫天海吧。拜师行礼，我有礼物送你。自即日起，你便是我广法的徒弟了。天海抬起头来。广法说完，自他身上生出许多黑白交加的斑斓毛发，他的身躯迅速膨胀起来，一股黑烟在其身后凝练成铁鞭似的长尾，其赫然变作一头煞气逼人的黑虎。搞了半天还是的要死。结束吧，既然3个法师都不能相信，那破局的关键点又在哪里呢？你得到了广法的关注，正在凝聚灵石咒印、虎魔咒印，此咒印可通过融合同类天赋咒印进行提升。广法的关注不足以完全凝聚灵石咒印，您获得了虎魔咒印残缺。我的力量大部分需要用来牵制2个师兄，只能暂时为你灌注咒印根基，等我们离开了这里，再帮你补全咒印。我们能离开吗？师傅与那2只鬼相互制衡，要是我们离开，他们俩体内的鬼会立刻复苏吧？若你没来，我自然无法脱困，但你来了，我就有办法了。你与我有利才收你做徒弟，不然凭什么要带个累赘？你的命格天然有勾招诡异之能，他俩见到你必定是要垂涎3尺的，把你丢给他们，我也能脱困。不过我既收你做了徒弟，也答应了卓桑给你一条生路，所以只能取你一点鲜血，造出这香血供，稳住他们一时。香血供就是广法手里那股碗中的东西吗？刚才广法确实用虎齿吸取了我的鲜血，既然如此，香血供可以让诡异暂时不追杀活人吗？现实中是否可以用这个方法？徒弟，我们走吧。广法，你就这么走了？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哼，你们2个早就该死了。怎么，我要走，你们还想拦着？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东西，守在这里乖乖等死就行了。完了完了，大哥，不是师傅，咱就是说能别这么刚吗？你是真没死过呀？广法，你是在找死？赶紧开撩！不要怕，没有事的。是香血供起了作用。2个僧侣体内的鬼想要享用香血供，就直接拿走了他们对自身的掌控权。没想到卓杰的鲜血秘制而成的香血供，竟对他们体内的鬼有如此大的压制力。庙宇内的光芒渐渐收缩，2只诡异所造成的凌乱光影也一并消失，一切又重归于寂静。楚成墨看着眼前的庙宇，一时入神，并未发觉广法向远处走去。声音伴随着风传进楚成墨的耳中，还不赶紧走！我们出了庙，窄袖观音很快就能感知到你的方位，而且1个时辰后，香血供就会被2只鬼吃完。我那2个师兄被我臭骂一顿，一定不会甘心。你确定还要留在这里？师傅，你先前说自己是被挟持来镇守这座庙，制衡2只鬼复苏的，难道是你那2个师兄主动挟持你来的？我能克制他俩体内厉鬼复苏，他俩也不敢轻易得罪我。真正的原因是有人许了大好处，授意他们这么做的。是谁？无想尊能寺的2大长老。那我们还要去无想尊能寺吗？再回寺里，岂不是要和那2个长老正面相对？为什么不回去？尊者转世在即，我倒要看看他们选出来的转世佛子是哪个。转世还能转世投胎的？我倒是听过密藏域诸多法寺都有这种假托转世之名，寻找寺庙继承人的传统，应该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如不回到寺内，便无法为你披命灌顶、洗身受戒。之后的系缚修行，更是想也不要想了。你先前和我说过的，我拜你为师，你就告诉我修行之事，什么是披命灌顶，什么是系缚修行。称量命格，而后为此命格做种种评判，称为披命。此后将之化为解语，一生遵从解语行事，则称之为受戒。持戒修行期满，就能深化容器，容纳命格对应的某一类诡异。若成功容纳诡异，就进入系缚修行的步骤，以自身为容器，配合诸般系缚命器，不断绑缚诡异，利用它的力量将它固定成自己希望的状态，之后就能驾驭厉鬼为己所用了。此后还有鬼药养身种种阶段，对你来说太过遥远，毕竟遇到一只契合自己命格解语的鬼，实在太不容易。密藏玉所谓修行，就是以自身容纳鬼，获得鬼的助力吗？容纳鬼在自己体内，难道没有隐患吗？师傅那2个师兄体内厉鬼都快复苏了。怎可能没有隐患？但如果你不愿意容纳鬼，等鬼要来杀你的时候，你是否甘愿被他杀死呢？当然不愿意。你身上被我种下了残缺的虎神咒印，面对真正的诡异仍不堪一击。虎神咒印只相当于是我体内厉鬼随意吐出的一口气息而已。世间咒印都是诡异力量在人身的寄托吗？都是如此，至少我不曾见过有别于此的咒印。那你肯定不知道模拟器历世咒印就不像虎魔咒印这么凶邪。窄袖观音要追上来了，等他追近你的时候，就把这个尸香供丢给他。尸香供和香血供类似的东西吗？你要去哪里呀？带上我好不好？就是现在。跟上来。走上山去，到了寺里，你才可以得到披命解语，从此开启系缚修行。寺里不会有什么危险吧？不是随便一个人体内都有即将复苏的厉鬼。你一路问那么多修行问题，对此分明无比期盼，怎么是到临头反而裹足不前？是，就来。楚成墨在此沉默，一是因为他这便宜师傅与他2位师兄背后的大长老，另一方面便是被选为佛子的孩童，其中所牵扯到的权力更替的争斗，必是少不了一场腥风血雨。你发现了安全屋无响尊能寺，在模拟中将自动为你在此处存档，你可以选择从此处退出模拟，是否退出？终于能存档了。退出模拟。本次模拟结束，评分以下。评语：你逐渐揭开了这个神秘世界的面纱。奖励：以下评分基础奖励：加躲避1次即将复苏的枯鬼追杀，加躲避1次即将复苏的发鬼追杀，加躲避2次窄袖观音的追杀，共计145元玉。获得蓝色天赋升级符咒成1，绿色天赋升级符咒成1。你目睹了香血宫的全部制作工艺，可将香血宫的制作工艺卖出。经判定，香血宫的制作工艺价值1000元玉。你使用过尸香供，知晓了尸香供的部分制作工艺，可将尸香供的部分制作工艺卖出。经判定，尸香供的部分制作工艺价值200元玉。你了解了系缚修行成体系的知识，可将系缚修行体系知识卖出。经判定，系缚修行体系知识价值2000元玉。你了解了诡异的具体分类，可将诡异分类知识卖出。经判定，诡异分类知识价值500元玉，是否卖出？这个师傅能处，简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来想着这些消息对自己有用，没想到模拟器竟然也能回收这些知识。模拟器全部卖出。卖出成功，本次可带出模拟物品如下。感觉这4000多元玉也不够花呀。由于见识过2件供物的神奇，楚成墨目光游移在此间。密藏玉僧侣制作的供物，通过给诡异上供来吸引、驱赶、迷惑诡异，依照诡异的外显形象，将诡异分为2大类：命、非命，显示出一切生命特征的诡异，如第一个和尚身体里的发鬼，第2个和尚身体里的枯鬼、窄袖观音等，皆为命类诡异。一切没有生命特征的诡异，如淫鬼和昌尸之鬼，前者终究只是一道引子，后者显然并不是它的本体，而在2大分类下，又将其划分入6道之中。其中归类则需要僧侣以披命之法来确定，更有大修行在身的僧侣，通过披命法可以确定诡异的本来相，把诡异分类的玉细致的法似，愈能制作出更有效的供物。
无想尊能寺在密藏域诸法寺中处于中下排名，根本就没掌握几个本来相分类。密藏域，你还有多少未知等着我探究呢？将目光继续放回可带出选项，前摇时间长、持续时间短的不完整虎魔咒印显然不在考虑范围中。再一次查看起狮驼鬼之手，其中容纳成功率已经能够保证稳定容纳，契合度也到达了16.5%。广法说，无想尊能寺的2大住持传承，大明神无想西父尊能之语可以保证容纳诡异的佛子，也就是未来的住持活到100岁以上。不过西父修行走的是拼命受戒，而我则依靠模拟器就能将一只鬼容纳进自身。西父修行这条路不适合，必须得走治愈之道，不仅可以压制住体内的诡异，达成平衡之后更能驾驭它，使用它的力量。如今无想尊能寺正值遴选佛子之际，或许这正是一个机会，因为我有模拟器，购买一根藏，购买狮驼鬼之手。购买成功，1根藏加持之下，给予你眼耳鼻舌身五感强化效果。隔壁一些不堪入目的迷你之音传入耳中，听觉强化瞬间体现出来。你获得了狮驼鬼之手，注意，因你没有封印故压制诡异的手段，当下如不容纳狮驼鬼之手，狮驼鬼之手将即刻在现实内复苏，是否容纳？容纳。10根手指的黑色手臂从黑暗深处探出，一把攥住了楚成墨的脖颈，无尽的黑潮刹那蒙蔽住他的五感。他闻到了黑暗，嗅到了黑暗，看到了黑暗，听到了黑暗，他成为了黑暗。